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4年，为什么没有发现大庆的石油呢？大伙应该都知道，日本之所以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主要是因为英美在1941年7月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出口，导致日本失去了80%的石油来源。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出一身冷汗，因为东北有煤炭、有钢铁，如果再产石油，那么抗战恐怕就不止14年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通过工业化成为了当时世界第5大强国，也是当时亚洲唯一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特别是石油的匮乏，日本头上始终悬着一柄随时可能摧毁日本工业体系的利剑。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满铁调查部开始在东北掘地3尺找石油。驻扎在哈尔滨附近的陆航部队认为松辽一带可能存在石油，因为飞行员总能看到海淀子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层若有若无的黑色油膜。之后他们就向负责寻找石油的满铁调查部报告了此事，这本应是重大发现线索，但当时的日本奉行海底腐泥起源说理论，认为只有海象沉淀地层才可能蕴含丰富石油，而东北属于陆相沉淀盆地，是不可能有石油的。值得一提的是，满铁也在大庆油田所在的松辽盆地钻了一些勘探井，但这些井大多位于松辽盆地的边缘地带，而且钻井大多集中在500米的浅层。而大庆油田的地质构造需要钻井深度达到1000米以上，并且需要用到更先进的反射地震法才能够准确识别，但这项技术在50年代才趋于成熟。因此在种种因素之下，日本就这样与大庆油田擦肩而过了。后来日本虽然在辽宁阜新、吉林桦甸等地发现了小型浅层油田，但开发价值有限，依然满足不了日本本土的石油需求，只能够不了了之。无奈之下，日本不得不将希望转向了页岩油开发。页岩油与传统石油不同，它储存在致密的岩层中，需要用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才能够开采，开采难度和成本都要大很多。但石油的严重匮乏已经容不得日本做选择了。1938年，满铁调查部在抚顺地区探勘后发现，这里的油页岩储量惊人，油层厚达200米，含油率在5%至10%，预估可采储量50亿吨，理论上可以提炼1亿吨页岩油，这相当于日本全年需求的20倍。于是日本在抚顺建成了当时东亚最大的页岩油提炼基地。等到1941年时，抚顺的页岩油产量已提升至25万吨，日本石油自给梦似乎触手可及。然而现实很快击碎了日本的幻想，因为页岩油开采难度极大，每提炼1桶需要开采10到20吨页岩油，生产成本高达30日元每桶，而进口原油仅10日元。而在1941年，日本年耗油量高达540万吨，其中陆军耗量100万吨，海军200万吨，页岩油那点产量根本无法满足需求，他们80%以上的石油仍然需要进口。1941年7月，英美宣布切断对日石油出口，彼时日本的库存石油仅剩840万吨，按战时消耗计算，只够18个月的用量。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石油供应问题，东条英机紧急制定了满洲燃料自给纲要，要求满洲在1943年必须解决本土30%的燃油供应，也就是说，满洲每年必须产出至少150万吨页岩油，才能够让日本的战争机器继续开下去。但是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于是日本陆军部提出了北进策略，认为只要能够打赢北方的苏联，就能够迫使其同意扩大对库页岛南部油田的开采规模，一举解决日本本土的石油供应问题。然而早在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中，关东军就惨败给了苏军，再打一次他们只会败得更惨。而如此一来呢，日本就只剩下南进一条路了。按照海军军令部的推算，他们若能够夺取东南亚，每年就可以获得500万吨的燃油，足以满足日本全年的石油需求。基于这个设想，山本五十六制定了偷袭珍珠港计划。按照他的估计，若能够在偷袭珍珠港时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就能够为日本争取来1到2年的战略优势期。届时日本就能够从容地消化东南亚，然后建立起完善的石油生产和运输体系，一举解决日本的石油供应问题。只能说呀，山本五十六想得挺美，可惜现实很骨感。1942年3月，日本南方军成功拿下了河属东印度，攻占了梦寐以求的巴厘岛油田。但眼前的一幕却让日本傻眼了，荷兰人在撤退的时候大肆破坏了油田设施，导致油田的年产量从500万吨锐减至260万吨，需要18个月才能够完全恢复产量，
眼下根本无法满足日本本土的石油需求。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在日本攻占东南亚后，美国海军虽然暂时无法反攻西太平洋，却效仿一战时期的德军狼群战术，派出潜艇频频袭击日军的油轮。1943年，美军通过破译日本海军的 GN-25 密码，精准定位了日本油轮的航线和出现的位置，然后采用狼群战术进行精准的猎杀。仅在1943年1月，美军就击沉了日本5艘油轮和3.2万吨石油。等到12月份的时候，更是让日本的损失飙升至了18艘油轮和12万吨石油。而日本方面，由于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护航机制，直到1944年才正式成立了海上护卫总队，派出50艘老旧驱逐舰担任护航任务，但为时已晚。在美军的潜艇绞杀之下，日本从东南亚运抵本土的石油断崖式下跌，到1945年时甚至已不足10万吨。而石油的严重缺乏很快就在日本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944年6月后，联合舰队的战舰每月燃油配额降低至正常需求的30%，舰队为了省油，巡航速度从18节降至12节，严重影响了机动性。而大和号战列舰决死出击时，更是连返航的燃油都凑不齐，带着半箱油就送死去了。此外，为了节省燃油，日军海航飞行员的训练时长从300小时锐减至不足30小时，有些新飞行员甚至只能够完成2次起降就被送上战场了。而训练强度的锐减又直接导致日本后期的飞行员素养严重下滑，根本打不赢训练有素的美军，以至于日本最终不得不试图通过神风特攻这种低效的战术翻盘。同时，由于石油精炼厂的停产，舰用润滑油的产量也大幅度下滑，而战列舰没了润滑油，发动机就无法维护，锅炉也没法定期试运行，这就又导致设备故障率飙升，进一步削弱了联合舰队的战斗力。此外，石油作为工业的血液，还与炸药原料的生产、铁路运输、工业生产等息息相关。没有石油，这一切都无从谈起。随着日本的海上油路被切断，而东北的页岩油又是杯水车薪，日本很快就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被美军攻入本土也就成了必然结局。时间来到1955年，我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提出了陆相生油理论，并根据该理论在东北松辽盆地发现了石油。1959年9月26日，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大同镇的松基三井喷出了工业油流，标志着大庆油田的发现。在后续的勘探中发现，松辽盆地蕴藏着60亿吨石油，以1976年的5000万吨的年产量峰值计算，光这1年的石油产量就足够日本打10年的侵略战争。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也惊出一身冷汗呢？假如日本当时发现了东北的石油，那么一定会暂缓南下，延迟对美国的开战时间。而日本有了东北石油的加持，战争潜力和战争能力也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加强。届时，亚洲人民不知道要为此付出多大的额外代价，才能够打赢这场战争。总的来说呢，石油短缺不是日本战败的唯一原因，但绝对是最致命的因素。如果没有石油，海军就会趴窝，然后丧失制海权，导致海外资源运不回来，进一步导致更缺油。如果发动战争抢石油，就会导致战争规模扩大，进一步导致石油缺口越来越大，最后陷入了越打越缺油的恶性循环中。总之呢，石油对日本来说既像一杯毒酒，又像一根绞索，日本总得选一种死法，无非就是快与慢的区别。而这种的困境也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资源自主权，扩张越猛，死得越快。如果过度依赖外部资源，一旦被卡脖子，后果也将是灾难性的。日本正在寻求第3次开国，而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压过中国，重新称霸东亚。10月5号，日本新上任的防卫大臣木原忍刚刚被提拔，就急匆匆地会见了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而且这次双方讨论的话题也非常敏感，因为木原忍正在竭尽全力从美国引进战斧导弹，如果这计划成功实行，日本的军事能力将被大大增强。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日本方面第一次做出这种令人紧张的举措了。自从本世纪初以来，日本政府就不断突破各国底线，不停地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客这一系列令人啧舌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他们第3次开国的野心。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经济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人将明治维新说成是一场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其实是有些欠妥的。因为明治维新并没有局限在政治方面，
更没有全盘采纳西方人的发展经验。比如，日本社会虽然经历了一轮改革，设立了像国会这样的民主机构，在那之后，国会也通过了宪法，国民的权利似乎是得到了保证。但是，日本宪法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就是要维护天皇的权威，就连宪法和所谓的国会都是在天皇的恩典下设立的。因此，在明治维新开始之后，许多人按照日本的传统习惯，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发展称之为日本的第一次开国。实现了第一次开国之后，日本很快就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明治政府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2场战争最终都与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而这个结果也将日本的军国主义推向了高潮。当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走向狂热之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也就难以避免了。于是，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军队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日军的确在初期占到了一些便宜。但当美国庞大的工业机器开始运转之后，日本军队面对的战况就开始急转直下了。1942年4月，美国空军将领吉米·杜立特就率人轰炸了日本的首都东京。这次空袭也让无数的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战火真的烧到了他们的面前。但杜立特的空袭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随后柯蒂斯·李梅又用燃烧弹将全日本的木质房屋烧了个精光。到了1945年的时候，日本军队根本无力再战了，他们除了投降，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当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令日本人格外骄傲的第一次开国也就随之结束了。平心而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开国的确是他们走向了世界，但是由此所带来的军国主义恶果，却给亚洲各国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结束之后，整个日本都是一片断壁残垣的景象，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国家将迅速从废墟中崛起，实现他们的第2次开国。2战之后的欧亚大陆几乎都是一片废墟，美国为了断绝日本人再次发动战争的念头，也开始着力推动日本实现政治民主化。但就在这个时候，朝鲜半岛爆发了激烈的内战，代表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人民军一路节节胜利，这让美国人极为不安。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势力在东亚扩大，美国几乎立刻制定了一系列入侵朝鲜半岛的计划。而这个时候，前线的美军也需要一个后勤补给基地，日本刚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美军进入朝鲜半岛之后，日本国内的各个工厂企业迅速开足了马力，为美军提供生产保障，而这相当于再次给日本的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大量的日本人前往海外购买资产，一时之间，全世界都是日本投资客们的身影。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当时的日本商人一度买下了美国全部地产的10%。似乎当年日本人通过武力没有实现的目标，就要被他们以商业的手段实现了。因此，美国国内的资本财团也开始疯狂给他们的政府施压，要求当局增加对于日本投资客的限制。于是，一张针对日本经济的大网也被徐徐拉开了。1985年9月，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财政部长聚集在纽约的广场饭店，随后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的内容，日元将在之后实现升值，而美元则会相对应的贬值。这份协议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广场协议。此时，许多日本人还没有明白过来，这份广场协议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由于日元的快速升值，许多由日本出产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快就失去了竞争力，日本经济的发展脚步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迎来的良好发展局面就这么被美国人硬生生地打断了，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日本人也集体堕入了失去的30年。对于日本人来说，当他们的财政大臣在广场协议上签下姓名的那一刻，他们国家的第2次开国就已经结束了。从此以后，他们的生活中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直到今天，日本人也没有走出来。前2次开国给全日本社会造成的强烈冲击，也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尽快实现第3次开国。而这一次，日本人的目标是称霸整个东亚地区。其实，早在本世纪初，就有日本学者提出了所谓的第3次开国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没有太多具体的阐述，但它的目标是十分清楚的，让日本重新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小泉纯一郎到今天的岸田文雄，每一位日本首相都不断致力于发展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推动之下，日本甚至废除了合并宪法中永不再战的条款，实现了对军事力量的解禁。
也正因如此，许多人将安倍晋三政府看作推动日本再次实现军国主义的元凶首恶。不过，日本要想实现第三次开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大麻烦，就是位于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一直在扶持日本和韩国，但对于日本这个曾经与自己交战过的强劲对手，美国人还是时刻保持着提防的心态。所以，尽管日本已经被美国政府当成了所谓的亲密盟友，但驻日美军丝毫没有要撤走的迹象。美国人这就相当于在日本的脖颈上套上了一条锁链。而日本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次开国，就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但这一点恰恰又是美国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另外，从经济体量和国土资源等方面来看，日本在近代以来的2次崛起带有不少偶然的因素，因为归根结底，这个国家只是一个位于东亚地区的小国。目前，日本政坛上的部分政客幻想着依靠美国实现第三次开国的目标，其实是根本没有看清楚事情的本质。从始至终，美国都不是真的想帮助日本实现崛起，日本对于美国来说也只是一个趁手的工具。虽然日本的新任防卫大臣木原忍看似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打成了一片，但美日两国的貌合神离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从短期内来看，日本政客们并不会放弃实现第三次开国的目标，因为他们当中仍然有一些人沉浸在过去军国主义的旧梦里无法醒来。但历史和现实总会给他们一个恰当的答案。